有用成交量遇见了，价格就会起爆，短线收割大量利润。这是成交量6柱中平量柱的进阶技巧，短线起爆模型。当2天成交量误差在 5% 上下，就可以定义为平量，而成交量平量预示多空双方处于涨时的平衡中。上期视频阿哲讲了平量识别高点低点变盘的方法，今天我们学习平量出现后哪种情况更容易股价出现加速。平量后的行情走势，除了位置、确认、颜色3个要素的判断外，还需要考虑资金异动。平量的识别其实不难，当你可以察觉成交量的明显起伏，那么很明显这是不存在平量的。直到这2天的成交量基本相同，成交量的差距误差在 5% 之内，但这种多空平衡很快就被打破。第2天出现了明显的放量上涨，这个放量是倍量，也就是比昨天成交量还放大了1倍以上。这表明3天内股价出现了2种极端情况，从多空平衡到多方碾压，这是量价上短线的变化。遇到这种成交量，股价很容易短线起爆，当然这是基础条件。阿哲接下来会告诉你关于平量起爆点它的止损设置以及3大重要事项。看到这，成交量从起起伏伏再到这2天出现了成交量平量，而后倍量，短线出现极端量价。第2天价格立马跳空上涨，短线出现大量利润。当然单纯的量价分析有时还不够全面，你看这次也是出现了平量后的起爆量能，但你会发现起爆量后短线却没能如期加速。所以实战交易中我们还需要明白其他的影响股价加速的因素，以及交易中的止损设置。我们先要清楚股市中资金的流动方式，大资金的运作一般需要经历建仓、洗盘、拉升、出货，这是个重要环节。而在行情图表上就表现出股价不同时期的不同运作波动方式。所以提高短线交易胜率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到资金目前推动的方向。你觉得股价在拉升区和在建仓区，它们出现股价加速的几率会一样吗？都不用想，肯定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有的量能起爆，短线会连续加速，而有的量能起爆，短线却很难起跳，甚至买入还有亏损的结局。背后的原因关键就在于资金当时运作的阶段不同。而关于这方面，其实也肯定不是1个视频、2个视频能够讲得清楚的。所以阿哲将用1周的时间教你如何识别市场中资金运作的各个阶段。只要你是阿哲频道的订阅观众，即可免费参与本次直播课程。下周的直播主题将涵盖机构资金的建仓、洗盘、拉升、出货全过程，我们会揭秘其中的秘密和不为人知的技巧。更重要的是，阿哲将指导你在机构资金运作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学习，凡是参加本次主题课程的学员都将获得阿哲平时用于观察机构资金动向的深度数据。这些数据将免费开放1周的使用权限，帮助你更好、更轻松的识别机构资金的动向。报名方式可以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报名。报名成功后，可以让助教老师帮忙安装深度数据接收端口。当出现平量起爆点时，下方大量的绿色柱子，说明当前市场的资金有许多是套牢资金，套牢盘过多，价格就不容易出现起跳，所以这种起爆点加速几率极低。而当起爆点出现在机构资金控盘的市场，那么这种阶段价格将比以往更加活跃，也就是说，这样的起爆点更容易出现价格的起跳加速。如果处于低位，只要不跌破倍量阳线低点，甚至我们可以看好波段的后续上涨。倍量阳线的低点也可以作为止损价格。所以平量起爆的使用有3个注意事项。第一，如果市场套牢资金过多，那么价格的启动会面临许多筹码的抛售，
这种起爆点往往操作难度会比较大，还请酌情参与或不要放入过多仓位。一般这种资金架构下，任何的交易手法买点或卖点，它的交易成功率都会大打折扣。第二，我们更希望手中的标的是处于大资金、大机构长时间控盘的阶段，这种起爆点一般不止短线启动，多数还伴随底部波段上涨行情。在这种资金架构下，交易技巧很多时候是锦上添花。最后，如果你对于资金的了解不深，也无法洞察手中标的的当前资金架构，那么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技巧，可以帮助你初步掌握起爆点的交易。我们希望买入平量起爆后，是短线加速行情，价格会出现起跳、跳空、加速的行为。但在不清楚资金运作的前提下，如果买入后价格没有出现以上行为，没有出现加速，那其实有获利可以直接离场。这种操作方法也同样可以。这就是平量起爆模型，把握价格起跳，短线收割大量利润。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更多成交量交易方法，我们下期再见。